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英伟达的每一颗人工智能芯片上面都要叠一摞存储芯片，没有这摞芯片，英伟达的显卡就是一块发热的废铁。这摞芯片叫做高带宽内存，全球只有3家公司能做，其中一家近期刚交出了一份让整个半导体行业震惊的财报，收入翻了3倍，净利润翻了9倍，毛利率从37%跳到了75%，下季度的单季收入指引比这家公司2024年一整年的收入还多。它叫美光科技，代码 MU， 当前股价大约750美元，1年前85美元，涨了将近8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先说清楚美光到底做什么。美光做2样东西，一样叫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你可以理解为电脑和服务器的短期记忆，数据在里面待的时间很短，断电就没了，但速度极快。另一样叫闪存，就是长期储存数据的东西，你手机里的照片和应用就存在闪存上。之前做过一期的SanDisk是纯闪存公司，同样受益于人工智能的存储需求爆发。美光跟SanDisk的区别是，美光2样都做，而且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领域是跟三星和 SK 海力士并列的3巨头之一。如果说SanDisk是人工智能的硬盘，那美光就是人工智能的短期记忆，两者缺一不可，但短期记忆的技术门槛更高，竞争也更集中。美光的总部在爱达荷州博伊西，1978年成立，掌门人Sanjay Mehrotra 是印度裔美国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气工程硕士。他之前是SanDisk的联合创始人兼掌门人，在闪存行业深耕了超过40年。2017年他加入美光的时候，公司正处于低谷期，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价格暴跌，投资者纷纷抛售。Mehrotra 的故事本身就是硅谷传奇之一。他1980年从印度来到美国念研究生，1988年跟伊莱·哈拉瑞一起创办了SanDisk。30年后，SanDisk被西部数据以190亿美元收购。他从SanDisk到美光，等于是从闪存之父变成了整个存储行业的掌门人。Mehrotra 做了一个关键决定，他不再追求量的扩张，而是把研发资源集中到高附加值产品上，特别是高带宽内存。高带宽内存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把很多层存储芯片用硅通孔技术垂直叠在一起，直接焊在人工智能芯片旁边。普通的内存芯片跟处理器之间要通过主板上的线路传输数据，速度受限。高带宽内存直接紧贴在芯片上，数据传输带宽是普通内存的几十倍，功耗反而更低。对人工智能来说，这个带宽不是可选项，而是决定训练速度和推理效率的关键瓶颈。没有足够的高带宽内存，英伟达和 AMD 的芯片再强也发挥不出来。打个比方，人工智能芯片是一个超级大厨，能同时炒100道菜，但大厨再快，如果食材的传送速度跟不上，他就只能站在那里等。高带宽内存就是那个传送食材的传送带，传送带越宽越快，大厨能同时处理的菜就越多。所以英伟达的每一颗新芯片都要搭配更多更快的高带宽内存。Mehrotra 在电话会上说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他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内存已经成为我们客户的战略资产。来看财报，这是2026财年第2季度，截至2月底，总收入238.6亿美元，去年同期80.5亿，同比增长196%，接近翻3倍。华尔街预期只有200亿左右，美光超了将近40亿，超预期19.5%。会计准则口径，每股收益12.07美元，华尔街预期9.21美元，超了33%。净利润137.9亿美元，去年同期只有15.8亿，翻了将近9倍。
毛利率 74.4%， 去年同期 36.8%， 一年之内毛利率翻了1倍，上个季度是 56%， 一个季度就涨了将近20个百分点。经营利润率 68%到69%， 自由现金流69亿美元创了纪录，经营现金流119亿。拆开来看，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收入188亿，占总收入 79%， 同比增长 207%。闪存收入50亿，占 21%， 增长 169%， 两条线同时爆发。Microsoft 在电话会上特别提到了一个趋势，人工智能的工作负载正在推动数据中心对闪存的需求加速。向量数据库和键值缓存这些人工智能的核心组件需要大量的高速存储，闪存在数据中心的渗透率正在快速提升。云计算业务收入 77.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160%。手机和个人电脑业务收入 77.1亿美元，从去年的 22.4亿暴涨到了近80亿。Microsoft 在电话会上说了一句更炸的话，他说：“我们第三季度的单季收入指引超过了美光在2024财年之前每一个完整财年的全年收入。”第三季度指引收入335亿美元，上下浮动 7.5亿，毛利率大约 81%， 调整后每股收益 19.15 美元，上下浮动 0.4%， 81% 的毛利率，对一家存储芯片公司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要知道，存储行业在2023年经历过毛利率接近0甚至为负的惨烈低谷，2年之内从接近0到 81%。 推动这一切的核心力量就是高带宽内存。美光已经开始量产第4代高带宽内存，配合英伟达的 Vera Rubin 平台，每个高带宽内存模块现在可以达到36千兆字节的容量，是1年前的4倍。下一代产品可以做到48千兆字节，2027年还会推出性能更强的版本。Microsoft 说，美光的高带宽内存已经卖完了，未来好几个季度的产能全部被预定。全球高带宽内存市场预计2026年达到620亿美元，3家公司瓜分这个市场。SK 海力士占 43%， 三星占 33%， 美光占 24%。 这个竞争格局非常有意思。SK 海力士一直是高带宽内存的技术领先者，是最早给英伟达供货的。三星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公司，但在高带宽内存上落后的一步，良率一度出了问题。美光排第3，但追赶速度最快。Microsoft 说，美光在第4代产品上的良率提升速度超过了上一代。Bloomberg 近期报道说 ，SK 海力士正在被所有大客户疯狂抢购，三星在想尽办法追赶，美光则在用价格和定制化服务来争取份额。3家公司都在扩产，但扩产需要时间。一条新的高带宽内存生产线从规划到量产至少需要2年，而且高带宽内存的制造工艺极其复杂，要把12层甚至16层存储芯片用微米级别的硅铜孔连接在一起，良率稍有问题，整个模块就报废。这不是有钱就能砸出来的产能，需要多年的工艺积累。执行副总裁 Sadana 在电话会上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他说，客户对2026到2027年的需求预测在不断上调，而供给的增加根本无法填平缺口。这个供需失衡是美光能维持超高定价的根本原因。他还说了一句让人工智能以外的客户不太高兴的话，由于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闪存的供给不够，2026年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可能会因为芯片短缺而出现低双位数的下降。
存储芯片公司把产能优先分配给了利润更高的人工智能客户，普通消费电子被排在了后面。美光的全年资本开支预计超过250亿美元，2027年还要大幅增加。这些钱主要用来建新的高带宽内存生产线和升级现有工厂的制程技术。美光在爱达荷州、博伊西、日本广岛、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都有大型晶圆厂。去年，美光还获得了美国政府芯片法案的补贴，用于在纽约州建设新的先进制程工厂。这是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光在3月份被加入了标普100指数。一家来自爱达荷州博伊西的存储芯片公司跟苹果、微软、英伟达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这对一家来自爱达荷州的公司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博伊西是一个人口只有20几万的小城市，离硅谷有1000多公里。但 Meirotra 证明了你不需要在旧金山才能造出改变世界的芯片。华尔街分析师的看法几乎一边倒看多，40个覆盖美光的分析师里，39个给买入，只有1个给卖出，平均目标价大约556美元，远低于当前股价，最高的给了1000美元。Mizuho 近期从545上调到了740，但当前的股价750美元已经超过了几乎所有分析师的目标价，这说明市场跑在了分析师前面。过去一周，美光涨了 38%， 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一周。过去1个月涨了 80%， 这种速度在一家市值8000亿的公司身上极其罕见。CNBC 的标题直接说，美光的记忆芯片涨势已经进入抛物线阶段。Jim Cramer 在节目里说，你应该持有1到2甚至3家跟数据中心相关的公司，美光是其中之一。风险方面，第一，周期性，存储行业的历史就是涨跌交替，每一次价格飙涨之后，3家巨头都会扩产，然后供给过剩导致价格暴跌。2023年，美光亏了超过50亿美元，没有人能保证这一次不会重演。第二，估值已经不便宜了。按照当前的股价和下季度的盈利指引算，远期市盈率大约10倍，看起来不贵，但这是建立在 81% 的毛利率基础上的。如果毛利率回到 50%， 盈利会大幅缩水，估值会急剧膨胀。第三，地缘政治，美光在中国的收入占比不小。中国政府之前以网络安全审查为由，限制过美光产品在关键基础设施中的使用。如果限制扩大，会直接冲击美光的销售。2023年，中国的禁令曾经让美光的股价单周跌了 8%。虽然美光后来通过增加其他地区的销售，弥补了大部分损失，但中国市场始终是一个悬在头上的风险。美光在日本广岛和中国台湾有大型工厂，供应链高度依赖亚洲，任何地缘政治的升级都可能造成供应中断。第四，竞争格局可能变化。SK 海力士和三星都在全力追赶高带宽内存的产能和技术。三星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一旦解决了良率问题，产能释放的速度会非常快。Meirotra 在电话会最后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们的存储和存储解决方案处在这场人工智能革命的核心，内存让人工智能更聪明、更强大，能够实现更长的上下文窗口、更深的推理链条和多智能体协调。翻译一下就是，没有内存，人工智能的所有承诺都实现不了。英伟达设计了大脑，但美光制造了大脑需要的血液。1年前，美光85美元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存储芯片是夕阳产业。1年后750美元，所有人都在说它是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真相可能两者之间，存储仍然是周期性行业，但人工智能正在拉长这个周期的上行阶段。问题只是这个阶段能持续多久。如果你相信人工智能的算力需求会在未来3到5年持续爆发，那美光作为高带宽内存3巨头之一，仍然处在增长的早期。
如果你担心存储行业的周期性宿命，那$750的股价可能已经把未来2年的增长全部定价了。英伟达设计了人工智能的大脑，但大脑需要血液才能运转，美光就是那个造血的人。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